大家好，我是袁某人。随着季后赛越打队伍越少，无论是 LPL 还是 LCK 都出现了很多的变数。季后赛的 15.18 版本中野的英雄池里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些常规赛不常见的选择。可以说呢，版本生态上季后赛版本和常规赛版本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别。而当版本发生变化的时候，版本理解就至关重要了。版本跟不上的队伍，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不适应，而要适应版本，理解了版本需求，那么选手的发挥才会相应的回归。所以今天我袁某人作为版本学家，就来和大伙聊一聊我个人对现代版本的看法。其实这几天我看到最多的疑问就是当下版本到底是不是野核版本？毕竟我们看到了很多选手都在选奇亚娜呀、塞拉斯啊这种野核类的英雄疯狂屠戮，数据呢也非常豪华，打野打出了对位完全穿透的情况，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是野核版本了。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理解，野核版本当然得指打野的优先级最高嘛，一切以它的节奏为主的版本，我们才能称之为野核版本，对不对？比如 S10，那时候为什么能成为公认的野核版本？不是说因为选的是野核英雄所以是野核版本，而是那个版本用野核英雄最容易赢。本质呢，它是选野核的性价比最高。BP 你拿到这种英雄，你玩相应的打法就比别人赢得轻松。所以那一年，哪怕卡萨无敌尽力没用，就是个4强，甚至他8强都得靠累得吐血的发挥来拿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野区生态就适合这类英雄发挥。当时的打野还是按照等级来决定惩戒的。那大打野刀便宜又好用，同时河蟹刷新的也很早，3分钟就能吃第1轮，所以反野成为了最快速滚雪球的方式。加上龙魂版本，打野等级越高，控龙越容易。那这是野核诞生的大背景。队伍投资资源去保证野区的优势，那么野区才能最快的、最有性价比的拿到优势，并且反馈团队。而野核英雄和野核打法就是那时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可现在呢？现在很难做到，因为前期打野获得经济的时间和效率是被延后了的。我之前第2赛段的版本分析就和大伙聊过，现在这个版本啊，打野是可以成长到持平单人线发育的，但它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它首先需要打野一直保持偏刷的状态，所以除了资源团外，你得少做事儿，多刷野。可以说在那个版本打野优先级里，刷野是性价比高的决策。那么第2赛段的季后赛那是什么版本呢？速龙版本。最快找到速龙就好赢的 AL， 他拿下了最后的优胜者。但速龙其实是一种打法，我认为更准确的说，那应该是一个辅野联动的版本，辅野版本。中路和下路在当时只能做承担线权基础的作用，中路就不说了。而中路的出装序列是很难抛开发育去和野辅做事的，因为那时版本要么是时光杖，要么是面具流，就出装有很多红水晶。这种中路生态你打野很难有胃口，所以中路最火热的是岩雀和瑞兹。当时版本 T1组合是什么？是攀岩。除开树之外，更多的是这2个英雄它自带支援属性。在一个节奏贫乏的版本，能够对边线有压制作用，出装都在肉的情况下，谁优势谁赢。因为劣势方伤害永远不够嘛，所以我们通过龙、超虫等资源拿优势就很重要了。而我说辅野而不是野辅，是因为当时打野它依旧得偏刷，所以辅助才是节奏的核心，它的带节奏优先级是所有位置里最高的。所以我们看当时版本 AD 位也都是什么卡莉斯塔、维鲁斯、飞机、女枪、EZ 这些，对线强度都不低，而辅助更是 Nico 优先级最高，高到季后赛你不会玩 Nico 的队伍都得挨揍。当时搬了4把 Nico 的滔博是爆了最大的冷，他们就不适应那个版本，哪怕卡纳米你再会刷没用。在第2赛段的季后赛，由辅助带头压制对面的辅助，然后联合打野拿资源带节奏，可以说是最有性价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是辅野版本，辅在前面，包括去 MSI 的 AL 和 BL 局，那都是辅助能力很强的。而 LCK 那边的 T1 和奸几辅助打线能力更是厉害，奸几呢反而是差点翻车嘛。他们在 MSI 之路上是让2追散了韩华，就 Duro 当时的 Nico 属于优先级没那么高，是很后面才开始练的，只是说韩华优先级更低，甚至只在很早的时候玩过1把，后面就根本不玩的。所以呢，奸几他能够险胜韩华。我知道大家会说啊，全局 BP Nico 只能玩1把呀，那为什么会把 Nico 使用熟练度强弱和版本理解做强关联呢？因为在我看来啊，不是因为你 Nico 玩得好，所以你适应那个版本，而是如果你理解了版本需要什么，那 Nico 作为版本性价比最高的英雄，你肯定会练出来。这种版本英雄就类似于风向标，我懂你不懂，我就是在理解上碾压你的。所以后面不会玩 Nico 的韩华是被会玩 Nico 的 T1 直接3-0带走。当然 MSI 的比拼上你就没法靠这种版本理解领先去拿分了，因为大伙都一样嘛，此时就得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去变奏。所以版本理解就是这样，人无我有时它差距最大。那第3赛段的常规赛，很多英雄的数值被调整了，强打线的组合和英雄都被削了个遍，数值不够用了。那这个时候辅助没法稳定带节奏，尤其是 Nico 的对线压制力下降了巨多，而稳定往往是版本理解的基石。因为如果所有对局我们都是看 AD 看手法，那它就没有性价比了，它就不是理解了。
此时下路压制力不够，大河 AD 自然开始冒头嘛，卡莎、轮子吧，包括后面的云阿娜都开始登场。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中路其实也在解绑，很多 AP 装备的调整让中路的节奏能力强了一些。不用把看2个时光杖速16了，此时开始进入到经典的双 C 版本，就队伍帮中路起节奏，然后中后期双 C 兜底，这是最容易赢的板子。而中路由于真大河比较少，只有沙皇是一个稳定大河，其他像什么维克多都是还是比较弱的，所以硬说我们也可以讲它是一个下路大河版本。大家都喜欢把资源扔给 AD， 而打野为什么在常规赛吃不到资源了？因为战士内战其实拉不开差距，尤其是没有强线权辅助去帮局势的话，你打野需要投入在资源团的时间就更多了。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大伙就懂了。潘森打小昭，经典对位了吧？卡纳比打小薇，算风格差异很大的类型了吧？常规赛这场卡纳比前期狂抓人，从第一轮野怪吃完就开始疯狂提款德晒，然后卡纳比是直接带队打花了的这一局。但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卡纳比经济领先很多，但等级拉开的并不快。其次呢，装备的差距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比如13分钟这里，虽然结果我们看着薇瞬间是被秒了，但看装备，卡纳比也仅仅是多了一个钻头，这1000的属性也就15攻击力和250点血，差距当然有啊，但不是一个质变，它没有达到焚天打散剑的那种优势领先。战士如果要巩固这种优势领先，其实得看到有春哥打无春哥这种阶段。第2件黑切的这个阶段，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而等级上在前中期也是拉不开的。卡纳比甚至因为抓人太多，等级还落后过一些。战士对位局，对位领先是很难靠野区自己对位打爆的。第3赛段野区主流基本就没变过，就是野区4金刚，潘森、赵信、猴子加魏。当然随着版本开发，皇子慢慢登台，和魏算是完成了生态位的互换。但包括像波比亚、巨魔这些，虽然你可以说它是出肉，但因为第1件它也是战士装，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归类到战士里。这些本质都是队伍的功能歌，它是阵容的补充，而不是野河版本那种南墙莉莉娅这种输出位。而这些战士打野的出装就注定了他刷不快，领先也领先不多。很多打野的经济领先纯粹是蹭团队局势，对面打野死了你能刷，那对面刷不了，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经济领先。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团战发挥是第2赛段到第3赛段打野的主旨，本质上是团队赢，所以打野对位赢，而不是我打野对位赢了，所以我带着团队赢。这个顺序很关键。战士对位更注重谁的节奏更好，要让队伍打赢团，或者让新人大哥舒服才行。之前辅野版本战士他能够出挑，是因为有辅助的前期节奏参与，让团队资源领先了。再加上那时候还有很多打野还在拼命抓人抢节奏，这样一来一回，打野只要偏刷一些，等级就能领先很多。而且那个时候法师没有爆发呀 ，AD 位的大河也少，所以他是矮个子里拔高个，战士显得牛逼，但其实是虚的。第3赛段常规赛 IG 的比赛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很多次，什么中期 AD 大河吃几个赏金直接团战游龙，大河 AD 有上场空间的版本就肯定会挤压打野的优先级序列。你中期卡莎狗吃个1000块和你巨魔吃1000块，对局势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毕竟 ADC 它只需要经济，等级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战士不同，作为前排，它是需要等级差来打出节奏差的。战士之间差2级，在团战里画面是完全不同的。但版本它又很难打出等级差。第2赛段那种只抓人不刷野的傻子打野，现在也很少嘛。这点我们就看 T1 打 DK 的那场季后赛，欧神的潘森已经是8-0超神的战绩了，但他其实也就比猴子高1线，所以你光靠杀人只能拿经济差，没法拿等级差。而同样的时间线，下一局野河英雄塞拉斯打狗子，同时段5-0的欧神就很容易的做到领先2级，这种就是刷野效率的差距。战士是没法靠刷野反野这些野区规划打爆对面的。但问题来了，季后赛版本里呢，无论是 LPL 还是 LCK 都多了很多打野血 C 直接干穿对位的局而且很多都是战士对局，并没有这种刷野效率差。像 T1 和韩华的 BO5 里，奇亚娜就是两边既不争抢也不搬的选择，华生纯是靠着战士对局压制了 Owner 哦，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野合版本，只是像奇亚娜这种符合版本思路的打野太过出挑了。目前 LPL 的奇亚娜是狂砍9连胜，未尝一败，且数据极其豪华动不动就是对位爆压几千经济。但值得一提的是，在 LCK 那边，奇亚娜的胜率反而是0，只出了4把，然后1把没赢。而塞拉斯这种更吃节奏的打野，胜率和出场率也只能说正常，野区几个战士金刚地位还是稳固的。季后赛版本出现了一些新的打野选择，我认为更多的是给打野选手们一个思路转变的契机，而领先的打野选手发现，哎呦，新的思路效果挺好，性价比很高，所以才引发了版本往野区靠拢的这么个趋势。野区重新吃到了队伍的倾斜，只是像奇亚娜这种更符合我们 LPL 生态的，他吃了队伍资源后效果更好而已。那么季后赛打野比起常规赛思路优化在哪儿呢？简而言之就是时间分配，打野把过去帮线上的时间拿来抓野区对位，先拿到野区压制，再考虑抓线上。
常规赛的打野主要的时间分配就3件事：刷野、gank 线上、控资源。而现在 gank 线上变成了抓对位，通过拿野区对位的信息，进而去获得全局的节奏。而对方打野依旧是常规赛思维，你针对我，我帮我队友，那么他的节奏是会完全乱掉的。这里我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标剧打 IG 那场比赛，第4局 IG 他拿到了一个狐狸卫这样的强节奏组合，并且兵线上上路杰斯是优势对线，下路的 Gala 也是泽力大河兜底。那这种局 BL 剧如果是和狐狸卫拼节奏，其实没那么好做的。北川毕竟拿的是狗子这样的野核英雄，你前期伤害量是不太够的。但这场比赛里 IG 的中野在前14分钟的对线期一起做事的次数是0，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了。大家要明白，野区是一个无法补发育的位置，野怪不像兵线那样固定刷新，野区是你刷野越快就能吃的越多，吃的频次越高，你的发育才能越好的。所以做事 gank 和刷野之间需要平衡，这就是野区规划的难点。而这场 BLG 就是一个策略，无限的野区进攻。这场我们看到北川他一直在进位的野区，同时线上也一直在防位去换野区。但北川的反野不是说我一定要吃到这组野怪要这个发育，而是我要给你野区压力，你得花更多的时间和我做野区博弈。实际上这局到15分钟，双方打野数据一样啊，大家单的层数也就差个2层，等级什么的也都一样。但大家别忘了 ，IG 的中野是要联动做事儿的，而这局魏没有时间去抓线上，因为北川一直在进野区的话，他能算你野怪的刷新时间。这个时候你一旦不管野区，你去抓线上，那么野区就会被入侵。而为了防入侵，魏就只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野区防守上。你叫队友协防也好，做视野也罢，那这些都是吃资源吃时间的。像9分钟这里，北川他吃完潮虫，如果按照发育的逻辑，他肯定是往下顺刷4组最合理，但他就是选择利用视野优势和线权优势，我直接进红区去反野，去找魏的位置。可以看到魏因为他不知道狗子的信息，所以虽然他没有让北川反到红，但他自己也不敢吃。这个红一直到11分钟下一轮野怪刷新他才吃到，这就是所谓的野区压力。所以魏啊，这把他很难做到事情。我为什么说抓野区对位信息是个通用思路？因为目前表现好的打野选手，他都是很善于去做小变奏，然后开始施压野区的。我们再来看个卡纳比的案例，这场塞拉斯我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拉斯打莫甘娜其实前期真的很难打出优势，两个刷野都很快，而塞拉斯如果说我不刷自己的野区硬去反，这个节奏啊很难把握的。但卡纳比做了一个很屌的变奏，他3组红吃完直接回城补戒指，然后再吃下3组升4。大家也知道嘛，4级吃完河蟹后是打野第1轮回城的窗口期，这时打野选手很多都会去选择到对面的蛤蟆放眼然后回城，而卡纳比由于已经回城补了戒指，他可以选择在第2轮刷蛤蟆的时间入侵。这里北川他完全知道卡纳比放了眼，但他没有算到的就是卡纳比没有补给，而是选择入侵。这个小变奏就导致了他作为弱势打野的尴尬。这里北川为什么不走？因为不能走，他走了3狼也没了，直接亏2组。然后卡纳比回家一补装备出来，野区对位烂完了。而北川他不回城，那就给到卡纳比操作博弈的机会。就入野强行打对抗的思路不仅仅是 LPL 在弄 ，LCK 也是如此。韩华打 T1 时，小花生直接1级闪现上墙去抢皇子的红 buff， 而由于知道 Owner 的开野路线，所以4分钟时他在 F6 刷新时第一时间也是赶了过去的。后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Owner 想去帮线上做事的时候，反而小花生是一直在入野拿野区的信息。就如果只看前期节奏，皇子的 gank 次数反而是多的，而且 Owner 还控到了2条龙加3条虫。但问题是 Owner 他抓不死人，起不了真正的节奏啊。同样的情况 ，Owner 在第2把拿到带节奏能力更强的潘森时也出现了，潘森也是吃到了龙和虫啊。但反而我们依旧觉得小花生他在掌握节奏，核心就在于花生在 Owner 控资源的时间还是不断的做野区入侵。这个入侵不仅仅是反野，而是拿到了野区的信息，他知道 Owner 的刷野方向、刷野进程，进而能预判 Owner 的下一步。所以小花生你感觉他在绕，他的每次 gank 和出击都显得非常简单，因为他能判断出打野在哪个半区、哪个时间点他应该要刷，所以小花生一直能创造人多打人少的错位 gank。如果 Owner 沉迷抓人，那么花生可以把他野区反烂；而如果 Owner 相对正常的开刷，那么野区设计占上风的花生，也因为有更多的信息做决策，他能够帮助线上做更有效的防 gank。所以防守端也显得很自然，这也是为什么第3把 T1 拿到奇亚娜打赵信的对局时，花生他依旧是掌握节奏的，因为花生依旧是进野区给压力啊，从前期做眼抓信息到中期反野逼你犯错，哪怕 Owner 资源团有过精彩的发挥，但因为韩华一直在入野，所以 T1 在这种线上协防野区的过程中，就一定会有一些被迫打一些不在预期内的战斗。这点我们 LPL 也有很明显的例子，而且因为我们赛区的打法都比较超雄，就属于你敢来我先和你碰碰再说的，所以野区崩的就更快了。随便找都有很多例子，比如 IG 打 AL 这场。IG 的塞拉斯加杰斯作战能力够强吧，但因为 AL 先有野区信息，知道塞拉斯刷野路线，所以他率先抱团入侵啊。而 IG 他是防守方，这个时候线上协防野区就很容易抓到一些漏洞失误。
在我看来，打野重新成为了节奏核心，是因为你下路大河再能 C， 也得20分钟以后才发力。而如果打野现在节奏顺利，其实15分钟基本就将军了。野区入侵最大的特点不是吃掉野怪带来的反野经济压制，而是拿到野怪刷新信息后，能够在节奏上无限领先，同时呢给对手打野施压。就像你吃完牛肉丝儿有一小块塞牙一样，你频繁被入侵就会很烦躁的。而聪明的大伙肯定也意识到了，野区的入侵它不是无脑入啊，它需要线权支撑，而其中中路线权又是所有线里线权最关键的。同时，如果你只是打野赢对位，前面说了嘛，战士对局拉不开差距，所以这个资源最好是喂到中路嘴里，中路吃到资源，线权更加稳固，入野更加轻松，那就达成了一个循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岩雀这个版本胜率在 LPL 那么低。岩雀在季后赛啊是豪取0胜1场没赢过，虽然在18版本被削弱了基础伤害，但0胜率也终归太变态了。相比 LCK 那边，岩雀的胜率就比较正常，造成这种异常值的原因也很简单，对抗能力太差了嘛。岩雀前期能够提供的伤害量实在太低了，就根本没有爆发，哪怕前期抬到目标也很难造成击杀，这导致岩雀在2v2上几乎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而且吃了人头，岩雀反馈的能力也很弱。你毕竟第一件是大天使，所以中野的闭环它就达不成，你这一波赚了，下一波还不一定打得过呢，所以它就不能达成入侵拿优势，线上优势，然后继续入侵的这个无限雪球。所以拿到岩雀的一方，哪怕你有线权，也往往会因为岩雀缺乏对抗能力而放弃野区的连环进攻，就感觉有点尴尬吧，成绩太慢，帮不上忙，就不那么符合现在的节奏。而相比 LCK 那边，即便他做野区攻防，也更强调我有信息后慢慢做判断，所以岩雀数据相对正常一些，只能说岩雀没有吃到版本红利吧，相较于其他选择要差一些的。我个人认为呢，现在与其说是野核版本，倒不如说是一个野中版本，由打野的入侵作为起点，而中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优势，继续去滚节奏。中路要拿线的同时，他也要支撑起中野的对抗。现在的打野其实没有像常规赛那样那么需求把个人的发育转化为团队节奏了，因为你打野如果瞬间判断不足，就会有很大的雪球效应。而你即便选了大河下路，对面也可以选啊，而且即便他有大河兜底，可你野区15分钟就穿了的话，神仙自然也难救。核心还是野区现在太强调攻防转换了，对于线上的 gank 你真的要很斟酌再出手，因为现在的野区攻防速度比之前快非常多。我们最后看一段卡纳比的野区攻防嘛，真的就对野区的压制太凶了。北川的猴子由于绕了视野加吃河蟹时看到上路有机会，所以他漏了信息，让卡纳比知道他刷也是慢了一个节拍的。于是卡纳比马上从出门去上往下刷的这个路线改为了直接去下路配合反蛤蟆，这样猴子少了一组，卡纳比自己多了一组。于是，在第2轮野怪全部吃完后，皇子到达了6级，而猴子只有5级，他得等第3轮的野怪。而卡纳比利用了自己先6的优势，抓完中路拿1血，然后又趁着你中路死人，你猴子还没6的这个间隙，又当面反了一组，就一直在给猴子施压，大家发现了吗？虽然我们看资源团时好像猴子反而等级是领先了，但其实和 Owner 对花生一样，因为野区被入侵拿了太多信息，所以猴子他会担心野区如果自己吃晚一点就要被反了，他反而会花更多的精力在防守野区上。那这时他在线上就做不了什么事儿了，也不敢做，反而皇子会一直有进攻节奏，猴子呢总是慢一拍的。所以奇亚娜的强势是完美契合这种游戏节奏的，本身装备就便宜，刷的又快，有更多的时间领先后，野区奇亚娜入侵的成本又很低嘛，草元素不容易死，土元素又容易抢野怪，打团还厉害，属于完美契合版本节奏了。就和第2赛段的 Nico 一样，不是因为会玩奇亚娜所以理解版本，而是因为理解了版本奇亚娜，你自然会玩得好。目前比赛看下来，有野区入侵思维的队伍，并且中野对抗够顶的队伍，他们是能够在版本理解上做到领先的。这类打法去打还以下路为大河的队伍，自然很容易降维打击啊。当然，随着大家更加的习惯版本，其实这种理解差距也会慢慢拉不开，又会回到经典的拼线上基本功环节。但我是建议大家看后面比赛的时候啊，可以多多注意双方打野的野区攻防，两边是怎么做入侵的，怎么去做设计的，那真的很有意思。博弈的难度比之前的版本高太多了，是真的很吃打野脑力和瞬间判断的一个版本。那我是元某人，本期内容就这么多。本期呢也纯属一个个人观点，肯定也有所遗漏，也欢迎大伙分享你们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